这一杆炸球下去，火箭直接疯了。玩呢！100年难遇的3球近代，偏偏发生在至关重要的决胜局。原本倾向自己胜利的天平，瞬间就把自己置身淘汰的边缘。看着现在天女散花的台面，火箭的心已经凉了半截。反观老马这边，只能说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而这一场超刺激的决胜局对轰，更是贡献了好几个超级经典名场面。如果你也爱看斯诺克，那这一局比赛肯定不容错过。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剧情反转是怎么发生的。There's a lot at stake inside cushions, which could get him back to the table. Everything as if it's in practice. He's probably decided if I'm going to beat. 从2人的出杆时间就不难看出，这11局都是酣畅淋漓的进攻对轰。老马甚至打出了惊人的15秒，而这一杆黑叫红的失误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没能晚出杆几秒钟。大家觉得这颗红球还能单下吗？粉球明显的阻挡，但是这又是唯一的可能。如果母球刚刚能多走一点，那至少能叫到2颗红球抵赖。老马很认真的在研究是否还有其他可能，而导播也非常懂事，给了紧张的火箭一个特写，因为只要他拿下这局比赛，就能追平亨德利9进大师赛决赛的记录。当年谁是历史第1人的争论，也是球迷津津乐道的话题。很可惜，就差了一点，但是局面仍然对老马有利。如果火箭没能藏好母球，袋口的红球基本上一勾就进。休息区的老马瞪大了双眼。跟火箭较劲的日子总是这么有趣，而火老师也丝毫不怂，居然想用翻袋来借下红球，真男人之间的碰撞，主打就是一个硬刚道理。只可惜没能如愿，虽然中袋这颗算是没漏，但是顶裤袋口又停下了一颗，考验老马心理素质的一杆，只要能够打进，这一局基本就稳了一半。真要命，关键时刻准度掉线。现在不仅中袋红球能下，还又多送了火箭一个袋口球。短短几分钟，剧情不断反转，台下观众的惊叹声几乎就没有断过。老马整个人都懵了。现在台面只有左侧红球稍有难度，不过这点程度的 K 球肯定是难不到火箭的。我们看看他会怎么处理。In the middle of the left-hand cushion is the one awkward ball. Right, get that away from the car. Disturb the red. Bring it into. 好球，真的是如履平地，简单的就像日常吃菜一样。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比赛已经结束的时候，老天爷准备再跟火老师开个玩笑。When he looked as though he was going to run out, the winner. I don't think I've ever twitched in the game. I've got tension in this second that I've never had before. This has been absolutely wonderful. 其实现在的球型怎么看都没有失误的可能，任何一个职业球员都能完成清台，而且火箭只要打进咖啡球就能超分。但是面对要追平台皇亨德利的纪录，强如火老师也会有发挥失常的时候。Brown from near the distance that he wanted. He's missed it. 真刺激！台下连续不断的惊叹声，足以证明这局比赛有多少心跳时刻。好在最后有惊无险，咖啡球也完美衔接。不过火箭的打脸名场面也要来。火箭激动的提前庆祝，这在他的职业生涯非常罕见。那么多147和冠军，他都是云淡风轻。况且这还只是一场半决赛而已。可想而知，他这次是真的想赢。虽然已经手握7分的超分优势，但是要让老马彻底放弃，这颗篮球也是非进不可。很可惜，换上左手的火箭打丢了制胜篮球，这冰火两重天的体验，瞬间让他青筋暴起。现在老马需要做到2杆斯诺克罚分，并且完成清台才能逆转。但仅剩3颗球的情况下，还要做火箭2杆，只能说比登天简单一点点吧。这一杆很可惜，如果控球再细腻一点，确实能给火箭带来不少的压力。不过这已经是效果最好的一杆。在长达5分钟的防守比拼后，老马这杆2次撞击，彻底让比赛失去了悬念。注意看，火箭犹豫了一下，等待握手的他看到老马没有反应，是不是像极了你朋友不给你免最后一个黑把？
恭喜火箭第9次进入大师赛决赛，老马又一次被迫见证了历史。这是火箭最乱的一次147满，没有之一。满桌散落的红球看着就已经头皮发麻，而且黑球的左右线路都有阻碍。这样的控球必须精准到厘米级别，但是偏偏火箭就是喜欢挑战极限，越是别人眼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他打起来就更加卖力。全程在24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一个神话，后人不要说去打破这个记录，真的就连车尾灯都还看不到。角度留得太小，这一杆需要发力的蹬杆，强行蹬出角度才行。注意看，塞尔比的霸王硬上弓，硬生生的将黄球灌了进去。这是2014年大师赛塞尔比和希金斯的决胜局，这个星球上最会比赛的两个人，两位防守大师的巅峰之战。52比57，塞大师失误送上自由球大礼，但是现在2颗红球全部贴库，看看老张头有什么妙招。Trying to get over into the spot that you mentioned, and he's well, he has created quite a bit of angle. No， 太要命了，强拼准度打薄了，而且红球咬袋口，黑球也没能完全挡住母球。看希金斯的表情，这是真的郁闷到不行。不过这个台面，塞尔比想要一杆制胜也绝非易事。好球！这应该是塞大师得到掌声最热烈的比赛之一，但是最后的红球仍然贴补，而比兄没有头铁继续进攻，防守一杆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。漂亮，不愧是防守天花板，大师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这球勾得太厚了，漏了一个大角度中带。不过一向沉稳的老张头应该不会去拼。天呐，这完全不像希金斯的风格。决胜局还是自己比分领先的情况，居然拼得这么凶。漂亮，长台精准打进。谁说塞尔比只会磨球？基本功是绝对的。老张陷入了沉思，刚刚那一杆是真不该拼。60比69，塞大师只要打进粉球就能拿下比赛，现在急需一杆准度续命。太刺激了，黄球硬塞进洞，塞大师怕是偷偷练过霸王硬上弓，这满意的小表情和希金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不过现在进攻也中断了，两位大师还是要在防守中一决胜负。好球，完美的力度和线路，不知道老张还扛得住吗？糟糕了，绿球直接漏了左侧中带，但是好在篮球基本贴库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而比兄这是典型的准度不够，防守来凑，这一球的效果简直不要太好。如果塞大师本意就是这么设计，那真的是太神奇了。控局最强的两位，这防守是真的滴水不漏。打脸来的真快，老张这杆绿球直接往袋口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兄弟们觉得有假球嫌疑吗？太硬了吧！咖啡球居然叫到手摆位，而比兄的控球功力深厚，但是现在没有角度去配篮球。绝境之下，塞尔比小宇宙爆发，直接惊艳全场。
What see, there's his point in the queue. He's looking at doubling that. 在翻带王子面前秀翻带，多少有点杀人诛心了。看看白球的落点，还能叫到粉球吗？极限角度中带，这个球很不好打，关键的制胜球需要一颗超级大心脏。有一说一，这杆翻带是真的太精彩了。I fancy the top pocket. We see the white come round. 没有问题。而比兄激动的挥拳庆祝，神仙打架的一局，还是塞尔比笑到了最后。